这个小镇充满着为了房子烦恼的居民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一切都可以交给这位专家。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3个不科学的特殊能力：不用搬运家具就能割物刷漆，用一把好神拖就可以清洁万物，最后是可以一人扛起整台车的怪力。Hello， 欢迎来到伊萨的游戏乐园。游戏选择太多，没时间一款一款乱试，就让我来帮大家踩雷跟发掘好作品吧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能让你从基层劳工一路接案赚钱、买房改造到卖房，成为资本家，最后迎向人生巅峰的房产达人1。房产达人目前已经出到2代，1代特点是房产跟家具物件比较丰富，然后现在还有多款 DLC 可以扩充。2代据说是画质更高，还有从零开始建造房屋的沙盒模式。如果之后有玩，在上片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游戏机制跟我的赚钱求生记。我的人生目标是要搬进像这样拥有超大落地窗跟美景的豪宅，不过理想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现在的我还默默无名住在这个肮脏不堪的小工作室。为了筹措资金，我开始接手解决小镇居民房屋的各种疑难杂症。我的第一位客户是个可怜的女孩，她的房子被恐怖前任弄得乱七八糟，连家电都被偷走。我帮她重新装好暖炉，把房间打理得焕然一新，也因此感受到助人的疗愈感。作为刚起步的接案者，就算遇到没有礼貌的客户，我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从清洁跟做水电开始，我一步步累积了更多的专业技能，终于成为还可以接油漆案的统包。但是我却出包了。这个客户的要求呢，是房间可以刷苋菜色跟灰色。我原本的完美计划是想要帮他做跳色，一面墙刷鲜艳的苋菜色，剩下的几面刷灰色来平衡。但是刷了超久之后才发现，我灰色油漆买错了，任务进度完全没有增加，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美感，直接帮他全部刷得很鲜艳，希望屋主回来不会被闪瞎。好不容易从油漆地狱解脱，我改当清洁判官。有房东说房子出租给学生，退租后被大乱搞，到底是房东太浮夸想骗押金，还是学生太过分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进房子后整个大傻眼，真的超级脏乱。为了保护大家的眼睛，我把蟑螂全部替换成碎玻璃了。经过我的疯狂打扫2000 years later， 房子终于能够见人，又是愉快助人的一天。陆续又接了不少案件，赚了点钱的我有点飘了，做了一个有点错误的决定。我把大概2/3的资金拿去买了一栋露营小屋，想说可以改造后卖出。我忘记还要预留装潢的钱，然后平常接案也需要有足够的现金帮客户换设备。买完房子后剩下的资金非常吃紧，只好再接个豪宅案。这栋豪宅应该就是屋主有假期才会来住的房子，里面还有很多去年的旧装饰。屋主委托我帮忙整理布置，然后我就开始我的疯狂铲雪人生。一个人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真的是太累了，好险最后还是有顺利完成任务。虽然铲雪铲到怀疑人生，但有钱人出手就是香。拿着这笔血汗钱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来改造这栋露营小屋了。房屋设计维持原本的绿色主题，我想让视觉上看起来更开阔，所以我把房间打通改成半开放式格局，然后把厨房移到客厅旁边。本来这栋露营小屋是打算翻修拿去卖的，但是看着它一步一步变成温馨的小屋，突然有点舍不得。我这么努力赚钱，当然是要拿来自己住啊！所以后来我决定把我的起家错卖掉。我的目标客人呢是这位读书人，所以房子里呢就简单放了单人床、书桌跟书柜。不过第一次拍卖也搞不太懂游戏的讨价还价机制要喊多少，就意思凑个溢价，美金1500好了。结果看到这段话，是不是我卖太便宜了？看来太有良心是没有办法成为有钱人的。下次我要卖贵一点。总之呢，虽然这次被买家鄙视了，但我终于摆脱了像命案现场的小套房，继续朝着我的资本家豪宅梦迈进
啦，这支影片就先玩到这边。但在游戏里从零开始布置一个家，就像我平常做影片、做游戏一样，过程虽然有点累，也会遇到翻车的时刻，但看到最后的成品，真的会很有成就感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或者是对这个游戏有什么想了解的，请务必留言让我知道，这对我会是很大的鼓励哦。那就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